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不再朝九晚五的频道，我是 Adam。有一部自传体小说的草稿，叫做《风雨年头》，压在我太太的箱底，已经很多年了，是她的外公写的。他外公的名字叫唐正欧，笔名是余生。我今天想把它分享出来，心想这也许对大家了解中国的近代历史有所好处。这篇自传体小说纯属原创，并没有在任何的媒体、杂志等场合发表过，所以请尊重版权。因为这是自传体小说，篇幅很长，光是篇幅就有34篇，因此我会把它分成多集来做。下面我闲话少说，我们就言归正传吧。改革开放后，我就立意写一本回忆录，但因社会中还残存着极左路线的毒素，要想写出想写的东西，可能会惹来麻烦。再则因申请平反昭雪，久不落实，心里很不宁静，没有写作灵感。1985年春，风后大雨，偶发诗兴，吟成一首风雨感怀，表达内心的苦涩。泪依汗水覆尘埃，32年究可哀，满腹冤情沉碧海。一腔热血洒苍苔，妻离子散家何在？北去南归路不开，望断云天头已白，风声刚去雨声来。同年夏，我的儿女联名上书中央统战部，部里下文，要当地政府查明落实。县里的有几位领导亲自当面查案，还有2位老干部亲笔提供书面证明资料，才获得以冤假错案平反昭雪。接着为筹备养老金耽误了几年，直到近年才安定下来。我的一生都是在风风雨雨、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上度过的。青少年时就受豪绅的压迫，抗日战争时期，在枪林弹雨、血肉横飞的战场上奋战，恰和成千上万的兵士们一样，倒在血泊中，以自己的血肉滋润中华国土，成了残疾。解放前夕，对解放事业也做过贡献。解放后，我蒙冤受屈，成了牢狱里的囚犯。在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，我挨整挨斗，挂牌游街示众，强迫劳改，农村监督改造，竟达32年之久。但这不只是我一人，全国千百万人和我一样，还有成批成批的被捆绑后，在枪声中倒下或被活活整死的。大官们受了冤屈和迫害，有人专为他们写书立传。像我们这些平凡人，虽然受了不平凡的迫害，很快就会跟着岁月的流逝而消逝。这些真实的明史记永远不为后人所知，是很可惜，也是很可悲的。因此，我决心写这本《风雨年头》，作为献给后人的礼物。怎样写呢？过去的军中日记、相片、证件都在战场上，扫地出门时丢失得一干二净，只得回身童年，沿着走过的路，一个脚印一个脚印的回忆。凡是亲身经历和亲自见到听到的，经一再考证，才写入本书，不虚构，不言过其实，保持本书的真实性。作者才疏学浅，仅仅是照事写实，上悉海内外贤达和读者，给予批评指导。余生1994年2月，山沟里的孩子。湖南省湘江的上游有一条河叫楚水，自资兴市的东江溯江而上，通过楚口，再沿着小河南行10公里，有3个村庄，涂家、老屋、老湾相互挨着，合称为唐湾村。
四周都是层峦耸立，山上大多是油茶林，也有松山点缀其间。村民多数是姓唐，涂家靠山面水，两排古老的红砖屋整齐地排列着，一见就知道前辈是统一规划建造的。对岸阡陌相连，河上有一座木桥，约50米长，木桥的两端各有一株古老的樟树。相传过去，这两株樟树的粗大横枝深入河中，连接成一座天然的桥梁，后被雷电击毁。对岸有石板道，粤汉铁路没修通以前，是向南的陵县、攸县、茶陵、永兴、资兴等县市通向广东乐昌的一条要道。桃园的奸犯整日络绎不绝。30年代以后，这个村庄逐步兴旺起来，有常省参议员的，且与省政府的省委合资开办桐木公司，收买大片大片的沙木林。只有和省政府的权威人士合资，在瑶岗县钨矿区开办钨矿公司的企业家，还有当区长又拥有良田300多亩的土著豪门。而是有钱有势的人越多，穷苦百姓所受压力愈大，这个近500人口的村庄成了远近闻名的村落。1916年11月23日，农历10月28日，我诞生在这个村里。当我妈孕着我的时候，父亲觉得负担过重，是男就养活，是女就抛入水晶宫，但妈却坚持不管是男是女都得养活。40岁了再不会生，若要淹死，妈会和父亲拼命。因此我在妈肚子里就赢得了生命保险。我出生的那年，大哥在广西灌阳县搞禁烟工作，被吸鸦片烟的暴徒杀害，尸体运回家乡安葬，爸妈悲痛成疾。大哥已生有一个男孩，比我大1岁。这时我还有3个哥哥，1个姐，2哥3哥跟着父亲种地，4哥上学，妈是小脚，姐帮助妈做家务和带我。祖父诗雅，自小读书，温文尔雅，能诗善书法，但莫考上秀才，教了一辈子的书。他的书房里贴有一副对联：能容忍终得善报，肯吃亏不是吃人。他一生莫和家族邻里吵过嘴，祖父的遗墨连断卷残篇也没收藏一点，引为最大遗憾。父亲世选继承祖父的忠厚美德，与左邻右舍和睦相处，很会理财治家，曾在乡公所当过财经。母亲不同意他干这份工作，说不如在家勤耕苦种，自食其力，饭甜菜香，心安理得。我6岁时，父亲教我读3字经，教了的我都能背能解。母亲称赞我记性好，这时我已成为父母最痛爱的孩子了。母亲自幼而生，童年外公去世，是外婆唯一的宝贝。外公的弟弟还年幼，外婆当家，家很富裕，住房雕梁画栋，富丽堂皇，有个小花园，4季都有美丽的花朵，花香扑鼻，分外清新。外婆病危的时候，母亲住娘家侍候。外婆告知妈妈，内房有2坛银元，你拿走外面坛，里面1坛留给你叔叔。母亲走去揭开坛盖，取出的是干菜，回身问外婆：妈，里面是干菜，不是银元。外婆害怕妈妈听不见，使劲说：上面是干菜，底下是银元。母亲再返回取时，外婆的弟媳耳朵灵已将2坛银元都搬走了。当时妈妈考虑外婆病情严重，没将实情告诉外婆。外婆去世了，我仍然喜欢跟着妈去向外婆的弟媳拜年，看那雕梁画栋的艺伎，4季有花香的小花园。外婆的弟媳，我称呼她满外婆，
她是个恃强的女人，经常和人家打官司。大儿子学会了抽鸦片烟，家道慢得败下来。我家人口虽多，由于父母勤俭持家，量入为出，成了生活自己的家庭。母亲的脸上经常浮起笑容，村里人称赞她是有福之人。祖父祖母住有半栋房子，3间子房，前厅后厅各有一半。左半栋是同族的叔祖父住着，祖父好心，见他人多屋少，将半栋后厅借给他方便。祖父去世后，祖母一天不用厅堂，这位叔祖父又贪而无厌地占用起来，将我们的桌子椅凳搬开，摆上他的饭桌。他婶娘死了，灵书也停在我们这边。父亲认为空着的房子给家族方便是好事，没提出异议，但他家都认为弱者不欺3分罪，得寸进尺，将后厅通往我侧的门用砖封了，将前厅后厅的瓦也换成和他们侧屋一样颜色，要霸占前后厅的野心已暴露无遗。父亲生性忠厚怕事，以为他们是官家，我们是小民，和他们硬碰，一定是输，不会有赢的，还是忍得一时之气，免得百日之忧。消极的等待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让他们遭在别人的手里。1925年我8岁多了，父亲为了我和侄儿上学，当了村办小学的东家，负责接送教师，鼓吹士园，开学放假要办酒席，校长不用操心，只带一张嘴来陪教师吃喝。记得是正月的元宵节后，天还没亮，爹妈叫醒我和侄儿起床，父亲提着篮子，里面装满了东西，送我们到了学校。小学的小礼堂正中墙壁上面贴有一张长方形的红纸，中行写着大圣大贤孔子之神位，右边写贤人70，左边写着弟子3000。父亲在神位前面的横桌上摆上了祭礼，尊酒、点烛、烧香、烧纸钱、放鞭炮，随即叫我和侄儿向孔圣人的神位下跪，回身又向教师下跪。父亲虔诚地请教师严加管教，又叮咛我和侄儿要听教师的话，发奋读书。从此每天上学，前4年学的是新教科书，第5年聘了一个秀才来教，教材是幼学琼林、古文和唐诗，学作文和作诗，最讲究平仄声韵。每个学期考试，我总是全班第1。教师告知父亲，说我聪明好学，将来很有前途。父亲和母亲都分外的高兴。学校建厕所，教师叫学生全都去搬运石头建犄角。我什么事都不愿落后，教师表扬我搬得快又背得重，我就更是一次比一次加重搬，最后背上一颗长圆形的石头，腰里觉得有重压感，肩膀有些下沉，开步时脚一滑，摔在干河底，左手掌撑在河底的石头上，肩上的石头打在左手的中指上，中指的第2关节与末关之间裂成3股，扁得像鸭嘴，痛入心肝，头晕眼花，进入半昏迷状态。父亲把我背回家中，叫了一个会草药的农民医治，他不会整副固定，只包上用口嚼烂的草药。我痛得疲倦极了，睡了上10个钟头才醒。后来经过反复敷药，10多天痊愈了中指的胃关节，并不能伸直，成了小残疾。父亲见我手指好了，非常高兴，并没因我的指残而感到懊恼。记得是一个秋天的晚上，我一觉醒来，见父亲和母亲低声说话。这孩子太聪明，我担心养不大。放屁！母亲抢着说。父亲又继续说，现在放心了，指头已破相，
就能长大成人，将来中学大学毕了业，成了社会上的有用之才，官家再也不敢欺负我们了。我们也可以抬一抬头，卖田卖地要给他读下去。爹妈，你们说什么？孩子，你好睡觉，时间很晚了。父亲抚摸着我的脸，说完他们也睡了。这些话像是用刀尖刻在我的心坎上，永恒的像一盏灯，亮在我的心头。当我精神受创的时候，这些话的声音震颤着我的耳骨膜，越是清晰，越是宏大。1931年春，我升高等小学了。那时的高小相当于现在的初中文化水平，教师大多是大学毕业或清朝的老秀才，校长是日本留学归国的。在这个学校毕业后，就成了乡村的知识分子了。农民们会称呼你是先生。1932年冬，我快要毕业了，父亲患大便不通，农村缺医少药，永别了人间。我在学校闻讯后，赶回家中，父亲已是闭着眼睛，平躺在地上的席子上，腹部隆起，两手伸直搁在身旁，手指自然地弯曲着，两腿靠拢笔直，整个肢体严肃而端正。我悲从中来，脚一软就倒下去了，抱着爹大声哭喊：爹，你的小儿子回来了，你的儿子会认真读书，不会辜负你的愿望。爹爹，你睁开眼睛呀，你说话呀。母亲和姐将我拉扯起来，父亲已经尝试了，再也哭不回来。我带着颓丧的心情，肿肿的眼睛，拖着无力的腿回学校，想起父亲生前对我的希望，就有一股最大的精神力量在推动着我前进，决心争取以最优异的成绩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。毕业考试后，学校出榜揭晓成绩，我仍是全班第一，按照惯例颁发2块银元的奖金。我想，爹爹如果还活着，该会多高兴啊！在结业的归途中，脑袋里反复回忆父亲的遗言，事后的形象。我边走边默念着：爹爹，你含笑的安息吧，儿子已取得好成绩，还会继续认真学习，奋勇前进，一定不辜负你的期望。你含笑的安息吧。我盼望这些默念能发出新的电波，触动父亲的灵魂。回到家里，我将考试成绩禀告母亲，母亲的脸上浮起慈祥的笑容，给这给那吃。我像是呆了，幻想着能见到父亲的灵魂，心被千丝万缕缠住，解脱不了，晚上通宵没睡着。拂晓前，披衣执笔写了一首绝句：忍让谁知亦祸胎，却巢鸠占已成灾。衣冠禽兽何时尽，写倚窗前待晓来。写好后反复吟诵，觉得不好，一点火烧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点赞、转发、评论和订阅。我们下期再见。